I remembered black skies, the lightning all around me. 大家好，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这一次要介绍的是刚刚上映的科幻电影《艾丽塔：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记得按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影片上线时的通知咯。这部电影呢，改编自90年代的日本知名漫画《冲梦》。故事发生在数百年后，地球上的人们大多分别居住在两个城市，一个是漂浮在天空中、拥有高度科技还有资源的 Salem， 以及位在正下方靠着捡拾 Salem 丢弃的物资为生的废铁镇。某天，一位名叫做伊斗的医生在废铁堆中找到了一个受损严重但依然活着的合成女孩。伊斗将女孩带回诊所治疗，赋予了她一个全新的身体，并且将她取名为 Alita。苏醒之后的 Alita 虽然不记得以前所发生的事，但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而故事就发生在 Alita 试图找回自己的记忆中发生了。这部电影有许多令人赞叹的地方，除了有庞大完整的世界观之外，开启了 3D 电影风潮的知名导演 James Cameron 更是运用了许多最新的科技来拍摄电影，因此在视觉上呢，也给了观众很多新的刺激。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有几部经典的作品不断地浮上我们的脑海。女主角从垃圾堆中被找到，然后被修复的桥段，以及合成人使用不同的武器跟招式对打，让我们想起了钢铁擂台。Alita 参加死亡球比赛，希望能够到 Salem 的世界，让我们想起了饥饿游戏。上下两个世界的设定，让我们想起了极乐世界。合成人想要找回记忆的桥段，则让我们想起了攻壳机动队。这些呢，都凸显了这部片的宏观以及远见。因此，今天的节目我们想要稍微做一些调整。首先介绍故事的背景与世界观，再比较一下原作跟电影之间的差异。最后呢，则是这部电影教了我们的事。I remember the war, and the ground shook, and the sky burned. Who was I? In time you'll remember. 电影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在地球的上空盘旋着一座庞大的高科技城市，在下方呢，则是另一座明显较为落后贫穷，乍看之下像是废墟的传统城市。Alita 因为失忆，对于周遭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跟好奇心，而我们也透过了她的眼睛，认识了这个奇特的未来世界。故事开始时的300年前，地球曾经跟火星联合共和国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役。虽然地球成功地抵御了火星的攻击，但除了 Salem 以外的漂浮城市全部沦陷，地球的文明跟科技也一度遭受严重的损坏。整部电影的故事都发生在位处于下方的废铁镇，居民们仰赖着高高在上的 Salem 生存。除了回收 Salem 丢弃的垃圾作为资源之外，也必须将所生产的农作物、物资等运送上去。下界的人被严厉禁止到上界去，不过这也使得许多居民的毕生梦想就是要离开地表，去到飘在天空的 Salem 上生活。负责管理下界社会的是个名叫工厂的机构，工厂除了负责运送资源到 Salem 之外，也管理着一群叫做猎人战士的佣兵，他们的工作呢是猎杀不法之徒，借以领取赏金。工厂的负责人名叫做 Vector， 除了管理工厂的运作之外，他还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运动死亡球幕后的经营者。死亡球呢是一种结合了竞速滑轮以及角斗式格斗的高危险运动，而为了要引出愿意卖命的选手，官方宣称能够赢得最终冠军的人将获得进入 Salem 的门票。因为资源匮乏，不管是猎人战士或是死亡球的选手，对于武器和零件的需求都很大，而这也催生了一群掠夺者，专门以攻击合成人或者是人类，然后肢解他们以取得器官，再加以转卖获利。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得找到生存的方式，而 Alita 也在和这些不同的族群互动中呢，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的翻拍电影，相信许多人都很好奇原作跟电影之间的差异。而为了要让大家看片时能有更深的体验，我们在这里整理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差异之处，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电影跟漫画最大的差异，就是电影里的几位主要角色多了更多的人性。首先，伊斗医生在漫画里呢是没有妻子跟女儿的，就连女主角的名字 Alita， 在原本的设定里也只是伊斗1个月前过了世的母猫的名字。但在电影里呢，伊斗不只有一位一起合作行医过的妻子，更有他一心想要挽救的多病女儿。
在漫画中 Edo 成为猎人战士的原因，除了赚钱为生之外，更是因为他喜欢上了杀戮的快感。但是在电影里，他的主要动机却是为了赎罪，想要借由打击罪犯来预防憾事发生。另外，在漫画里面，男主角 Hugo 出现的比较晚，而且对于 Alita 的影响呢，也发生在后期。但是在电影里面 ，Hugo 却扮演了让 Alita 看见这个世界温暖的重要角色。不止如此，漫画里一开始 Alita 对于 Hugo 的感情是单方面的，但是在电影里呢，却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也让这一部充满了动感的科幻片多了几分浪漫的元素。不过电影里还是有许多经典的致敬画面，像是 Alita 把手插入大反派鬼 Wishka 的眼睛，以及 Alita 假装杀死 Hugo 的桥段，相信呢都会让死忠粉丝大为兴奋。Tonight is not a game, it is a hunt. You made the biggest mistake of your life. And what's that? Underestimating who I am. 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轴虽然在30年前就已经大致奠定，但却仍能看出作者当时的远见。其中呢，合成人保留了人类的大脑，但却拥有机械的身体这样的设定，虽然不是首创，但也是这类题材的先驱作品。而 Alita 的身体可以替换的概念，不只满足了喜欢机械人的科幻迷，更暗藏了一些让人省思的深意。当 Edo 找到 Alita 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待她，因此他尽心治疗着 Alita， 并且赋予了她一副全新的身躯。随着剧情，我们发现那一副身体其实是 Edo 当年想要留给患有重疾的女儿。当 Edo 让 Alita 重生时，不只给了她女儿的身体，甚至连名字都给了她，而 Edo 呢，也一直视 Alita 为女儿。在研究 Alita 身上的科技时 ，Edo 察觉了她的秘密。Alita 呢，其实是300年前参与了地球与火星的惨烈战争火星方 ERM 的最高科技士兵，在战争中呢，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而进入了休眠，也丧失了记忆。心中早就已经把 Alita 当成女儿的 Edo， 希望她能够摆脱过去，过着安稳平静的人生，因此反对她积极的找回记忆。后来当 Alita 找到了 ERM 所遗留下来的战斗用躯体时呢， Edo 也一度拒绝帮 Alita 替换身体。Edo 对 Alita 说：“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彻底放下过去，重新开始。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么难得吗？”但是 Alita 无法克制自己想要知道真相的心，便决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到答案。看着 Alita 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弄清楚自己是谁， Edo 突然间明白了，自己虽然是替女儿着想，但那毕竟是她的人生，他没有权利阻止她。于是 Edo 改变心意，替 Alita 装上了属于她的身体。看着如获新生的女儿， Edo 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身体只是一个躯壳，没有好坏之分，好与坏是由你决定的。” Edo 的心情我们很能体会，而这也是许多为人父母必须克服的一段经历。最矛盾的心情就是放手，让心爱的人走自己的路。It's always a dilemma letting go of those who we love, so they can choose a path that they want. 我们也想要讨论一下女主角 Alita 这个角色。在跟剧组的访谈中呢，我们曾经看到过，他们刻意将 Alita 的眼睛做得比人类大，除了是忠于原著里的设定之外，更是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而透过较大的眼睛，我们仿佛更能看到 Alita 那活泼的灵魂。在既定印象里呢，大眼睛通常都象征着纯真跟可爱，而 Alita 那一双灵活的眼睛，不只能透露出更多的情感，也替她在打斗时的狠劲增添了一股反差，让她战斗天使的称号更名副其实。不过当我们看着这样一副拥有天使面孔的女孩，真实身份却是个极具破坏力的终极武器时，仿佛已经能够预见她人生中将遭遇到的各种冲突了。从睁开眼睛那一刻起， Alita 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是镜中的自己、甜美的柳橙、刺激的死亡球，每一样事物他都想要接触，想要尝试。在他蠢蠢欲动的心灵里，自己遗忘了的过去就像是一团无法散去的浓雾，遮住了他想要看清世界的双眼。每当 Alita 战斗的时候，在那些生死交关的瞬间，过去的记忆会突然闪过脑海，而伴随着找回记忆的呢，是他曾经受过的格斗训练以及灵敏的战斗欲望。在完全恢复记忆之后呢， Alita 想起她的确是300年前 ERM 攻打地球时的一名士兵，奉命要攻进 Salem， 打倒在幕后操控一切的大反派 Nova。但即便知道了自己原本的任务， Alita 却没有让自己受限，而是选择跟随自己的心，希望能跟心上人 Hugo 一起到 Salem 上生活。而为了要完成心愿，她甚至愿意把自己价值连城的人造心脏卖掉。
在 Hugo 过世之后呢 ，Alida 一度痛不欲生，但她很快就振作了起来，并且持续以前往 Salem 作为她接下来的目的。而 Alida 选择这么做，并不是因为那是被交付的任务，也不是因为 Hugo 的期待，而是因为那是她自己找到的目标，她自己的未来。但是 Alida 为了自己而努力呢，并不代表她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相反的，她知道唯一能够让这些在过去给过她鼓励、帮助过她成长的人得到安慰的方法，就是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用自己的成就来证明这些一路上陪伴着她成长的人的付出呢，并没有白费。而这些想法跟行动都再再的凸显了 Alida 是一个活得很极致的人。她可以彻底的付出，却也可以彻底的为自己而活，就像是她的称号一般，是一个战斗天使。而她的决定呢，也呼应了伊斗医生的体悟：过去唯一的用途就是让你成为今天这么坚强的人。The only use of the past is to make you the strong person that you are today。这部电影的娱乐性非常的足够，除了视觉上的创新与震撼之外，外表惹人怜爱但是又下手十分凶狠的女主角，也有许多让人目不转睛的打斗场面。不管你是想要看一部充满了紧凑节奏以及天马行空的科幻片，亦或是呢想要借由 Alida 寻找自己而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一部电影都能够带给你一些灵感。不过很明显的呢，电影并没有把故事说完，也让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 Alida 后来的命运，还有 Salem 上面那令人向往的一切。这部非常适合过年连假欣赏的电影，推荐给你。我们每周都会固定有新影片上线，如果不想错过的话，就要记得订阅，还要记得要按下小铃铛哦。